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您分享的资料，是一个关于《金刚经》的讲座。这部经在我们华人佛教圈，哇，超有名的，对不对？很多人读，可是也很多人说，看不太懂。没错，没错。而且讲者提到一个蛮有趣的点，他说，常常就是因为他好像很难懂，反而会更吸引人想要去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帮大家稍微梳理一下这个讲者里面提到的一些核心的概念。好啊，那我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么一部经典。通常要从哪里开始谈起呢？讲者是从他的名字开始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哇，这个标题本身就很有学问的感觉。我们先来看最后那个经字好了，它不只是指一本书吧？对，它当然不只是一本书。讲者要解释哈，经在中文里当然有经典啊、重要法则这种意思。但如果回到它的梵文原文，叫做 sutra 修多罗，那个它的本意其实是线。线，对，线有一个很漂亮的比喻啦，就是说佛陀说的话就像一朵一朵又香又有益的花，那个 sutra 呢就像一条线，把这些宝贵的教诲、这些花给串起来，变成一个花串。哇，用线把智慧的花串起来，这个形象很好记耶。那接下来那个词波罗蜜，这个好像蛮常听到的。讲者说这跟超度自己有关，这点我印象很深。这具体是指什么啊？波罗蜜是 paramita 啊，波罗蜜多的音译啊。它的意思简单说就是到达彼岸。想象一下哈，就是从我们现在这个充满烦恼啊、痛苦的这个岸边，然后透过修行渡过中间的河流，到达那个脱离烦恼、就近安乐的彼岸。那讲者特别强调的超度自己，就是说这个过程主要是靠自己努力，不是靠别人来超度我们。要实践6种方法，就是所谓的6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智慧。用这些方法把自己渡过去。哦，超度自己，这个讲法真的蛮颠覆一般想法的，感觉更主动。那紧接着的般若呢，是不是就是指那个关键的智慧？对，完全正确。般若就是智慧。不过讲者也强调哦，这个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啊，这个人很聪明啊，知识很丰富那种。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智慧，是能够洞察宇宙人生真相的那种智慧。具体来说，就是能看清楚，所有事情都是一直变化的，就是无常嘛。然后你也找不到一个永远不变的我，就是无我。事物的本质其实是空的，这个空性。有了这种智慧，就能破掉我们因为一直抓着一个我，一个好像真实不变的我而产生的各种烦恼。原来是这样，是一种能看透本质、破除执念的根本智慧。那这就连到下一个词了，金刚。讲者用钻石来比喻，是指这个智慧像钻石一样很珍贵吗？还是珍贵当然也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你看钻石有什么特性？它本身非常非常坚固，对不对？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以摧毁它。同时，它又非常锐利，可以切割其他很硬的东西。所以梵文的 Vajra 金刚在这里就是用来比喻般若智慧的力量。这种智慧本身就像金刚钻一样，坚固到无可能摧毁，而且锐利到能破除一切烦恼、一切执着。同时，它也比喻这种智慧所证到的那个空的道理，也是这样，能破万物而不被万物所破。我懂了，哇，这样串起来就很清楚了。所以整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标题，根本就像是一个浓缩版的修行指南吗？就是说，这是一部经，教我们用像金刚一样强大、能破除一切的般若智慧，来帮助我们波罗蜜渡过生死苦海，到达解脱的彼岸。这个总结非常好，完全抓到核心了。它就是一部指引，告诉我们要怎么培养这种看透真相的坚定不移的智慧，然后用这种智慧把自己从那个一直被执着、被幻想牵着走的痛苦轮回里解放出来。那根据讲座的内容，佛陀当时讲这部经，主要是对谁说的呢？他希望达到什么目标？
经儿里面最主要提出问题的是须菩提尊者，他是佛陀弟子里面理解空性第一名的大罗汉，所以可以说代表了程度相当高的听众。不过，实际来听法的对象其实非常广泛哦，有出家的比丘、比丘尼，也有在家的像善男子、善女人，甚至还有更高层次的菩萨，还有天人等等，范围很广。那讲这部经的最终目的呢，就是希望所有听到的人，不管他是谁，程度怎么样，都能发起那个最伟大的心愿，就是追求最高的智慧，而且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这个就叫做无上菩提心，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最终的目标呢，是希望大家都能达到像佛一样的圆满的觉悟。哇，所以这个格局真的很大哦，是为了所有众生的终极幸福而说的。好，那经过我们这样一番梳理，这些对您，我们的听众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刚刚谈到了智慧、空性，还有怎么透过理解真实跟自我的本质，来从痛苦中解脱。对，讲者其实反复点出一个重点，我们的痛苦很多时候，就是来自于我们抓着一个我不放，一直觉得有一个不变的独立的我存在。那《金刚经》讲的般若智慧，之所以用金刚来形容它的力量，就在这里，它就像一把最锋利的刀，能够斩断我们对这个我的根本执念，让我们看清楚，这个我其实也是变动的，依靠很多条件才出现的，本质是空的。我们今天其实也只是稍微碰触了这场讲座开头部分。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也正好呼应了经文里对空性的强调。既然说理解事物没有一个固定的、独立的自性，也就是空，是从烦恼解脱的关键，那么在你的生活中，回想一下，有没有哪些您觉得是理所当然、牢不可破的观念，或者是非常在意的执着？而这些观念或执着，他们是不是曾经可能在不经意间为您带来了一些困扰或痛苦呢？如果试着用《金刚经》提示的那种更空一点，也就是说更流动、更不那么实体化的眼光，重新看待它们，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